白鹿考研乌龙引爆情史连环刮，与张凌赫同居旧料重提，学历遭群嘲。白鹿考研乌龙引爆情史连环刮，与张凌赫同居旧料重提，学历争议再遭群嘲。近日，微博热搜王锃亮这两下够白鹿考研了引发热议。原本疑似调侃演员白鹿备考研究生的段子，却意外牵扯出他过往的绯闻情史、学历争议及娱乐圈资源争夺的隐秘暗战，堪称一场乌龙变瓜甜的八卦盛宴。考研乌龙引争议，是炒作还是真努力？3月1日，热搜词条王锃亮这两下够白鹿考研了空降榜单，网友猜测或与教育类综艺片段有关，但具体关联成谜。部分粉丝认为这是对白鹿近期专注事业的调侃，因其此前因学历问题遭嘲讽他毕业于大专院校旅游英语专业，早年经历被扒后，曾因学历低被贴上绝望文盲标签。而此次考研话题再次引发对其学术能力的质疑，真要考的话，能过国家线吗？不过，更多网友将焦点转向白鹿的情感纠葛，调侃考研是假，绯闻才是真瓜甜。情史连环爆，同居旧料，剧组夫妻传闻在发酵。白鹿的绯闻史向来是舆论焦点。2022年，他与张凌赫因合作《宁安如梦》传出恋情，狗子多次拍到两人疑似同居画面，甚至称白鹿父亲曾接送他出入张凌赫住所。尽管双方工作室声明单身，但网友发现两人社交动态仍有暧昧互动痕迹。更劲爆的是，2023年有脱粉回踩爆料称白鹿热衷剧组夫妻，被指与王鹤棣等男星关系暧昧，甚至被曝片场捏男演员屁股引发骚扰争议。虽工作室紧急辟谣，但相关花絮视频至今仍是话题焦点。新欢旧爱混战，卓伟复出首曝真 CP。2024年，白鹿与敖瑞鹏合作《白月泛星》期间，被第一狗子卓伟爆料两人假戏真做，暗指他们借炒 CP 之名行恋爱之实，甚至扒出同款电扇、旅游行程重叠等细节。尽管剧组澄清电扇未批量采购，但粉丝发现白鹿与张凌赫已悄然取关，疑似情断。耐人寻味的是，白鹿老板于正对此态度暧昧，拒绝回应绯闻，反呛网友陷入自证陷阱，被质疑为剧集热度推波助澜。学历争议与资本博弈，逆袭之路难掩暗战。白鹿的大专学历始终是黑粉攻击的靶子。2023年其母校将其列入光荣榜，却遭网友群嘲专科生也能当榜样。然而，他的逆袭背后离不开资本扶持，于正力捧其出演多部女主剧，甚至不惜炒作绯闻为其造势。近年，白鹿商业价值飙升，手握长月烬明、宁安如梦等爆款，但同期95花田细微、王楚然资源竞争激烈，被曝互相截胡商务。此次考研乌龙，亦被猜测是团队转移视线的公关策略。结语：是励志女主还是话题工具人？白鹿的考研闹剧撕开了娱乐圈的生存法则，绯闻与争议永远是流量的密码。从草根逆袭到顶流小花，她的每一步都伴随着赞美与质疑。你怎么看？白鹿绯闻频出是真性情还是炒作？学历低是否该成为攻击演员的理由？于正力捧白鹿是慧眼识珠还是资本游戏？2. 我了个极遇妖王！敖瑞鹏白鹿白月泛星，神明坠落，星月同坟。这部改编自心灵小说《白硕上神》的剧集，以磅礴的想象力重构了神、妖、人三界的秩序，却在宏大叙事中细腻地雕刻出一段跨越种族的绝恋。白硕白鹿氏与范月、敖瑞鹏氏的故事，始于一场以利用为名的相遇，终于一场以牺牲为名的永恒当凡间。将军之女以凡躯叩问天道，当妖族神明以孤傲之心堕入红尘。这场双向奔赴的救赎，早已超越了传统仙侠剧虐恋的窠臼，
成为一曲关于信仰与自由的史诗。愿我如星，君如月，世间在，星月在。白硕修仙的初衷是为报恩，却在命运的漩涡中逐渐明悟，修仙不是为求长生，而是为了守护所爱之人。而范月这位背负灭世之罪的妖神，因他的一句你眼中倒映的星河比三界更值得守护，甘愿焚尽神力，重塑轮回。两人的情感脉络既有不打不相识的轻快，亦有生死相托的厚重，更在神性与人性的撕扯中迸发出惊人的戏剧张力。白月泛星的惊艳之处，不仅在于主角的光华，更在于其塑造了一幅血肉丰满的众生相。剧中每个角色皆如琉璃碎片，折射出欲望、执念与救赎的多重面相。白鹿以极具爆发力的演技诠释了这位非典型大女主。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开挂仙人，而是以凡人之躯直面神魔之战的孤勇者。从天真烂漫的将军妖女，到背负血仇的复仇者，再到参透天道法则的上神，白鹿的表演层次分明。尤其是父亲白寻张志尧氏自刎护城时，他跪在血泊中的那声嘶吼，将绝望与觉醒的撕裂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敖瑞鹏的表演堪称妖神一体的典范，白发如雪、眉目含煞的妖王形象下，藏着一颗被宿命灼伤的灵魂。他的一句"我本是菩提木，无悲无喜，却因你生了贪嗔痴"，道尽神明为爱堕凡的悲怆。剧中他与白硕在萤火虫飞舞的山崖拥吻时，眼中既有星辰般的璀璨，亦有深渊般的孤寂，令人心折。戴思饰演的狐族族长长妹，以一生为情所困，却以铁腕护族的复杂性成为全剧泪点担当。这也是我最喜欢的支线剧情。还有常华森扮演的中招，从白衣仙使到黑衣妖孽的转变，揭示了正邪一面的人性预言。而韩栋饰演的反派振宇，野心之下竟藏着对引族复兴的执念，让观众恨之切意泯之深。皓月殿的冷冽银辉，冷泉宫的诡谲紫雾，菩提村的幻境流光，每一帧画面皆如工笔重彩的敦煌壁画，却又暗藏玄机。例如梵月的服饰设计，以银线绣出菩提之叶，隐喻其神木本源；白硕成神时的白衣缀以血色暗纹，象征他以凡躯承载天道之重。特效场景更突破国产剧窠臼，无面时觉醒时，星河倒灌，时空碎裂的奇观；梵月燃星赴死时，肉身化为万千萤火的凄美，以及大结局中三界崩塌、众生如界的末日图景，皆以电影级质感震撼观众。正如剧中所言，最美的幻境，往往是最残酷的真实。白月泛星绝非一部简单的仙侠偶像剧，其深层叙事始终在探讨天道无情与人间有爱的悖论。白硕的修仙之路，实则是凡人对抗天命的过程。若天道要我舍弃所爱，我便以血肉为祭，重写法则。而梵月的救赎，则是对神性的彻底反叛，他甘愿舍弃永恒的生命，只为与爱人共度凡人百年。剧中反复出现的念力设定，更是将情感的力量具象化，爱面可育众生，恨面可毁天地，善面可度冤魂。当白硕及其爱恨杀贪善五念重启无念时，他终于明悟，所谓天道，不过是众生心面的投影。这一设定将东方哲学中的因果轮回与西方存在主义的自由意志巧妙融合，赋予剧极深邃的思想性。白月泛星的结局是一场盛大而凄美的告别。白硕成神后独坐云端，俯瞰三界重生，而梵月化作星辰永护苍穹。番外篇中，两人大婚时无人出席的幻境，究竟是天道补偿的梦境，还是执念所化的残影？答案已不重要。正如白鹿在收官长文中写道：支离破碎走到终点，发现身边空无一人，但这正是成长的代价。若你厌倦了流水线般的甜宠套路，渴望一场灵魂震颤的视听远征；若你相信爱能劈开混沌，
光可刺破永夜。那么白月繁星将是你不容错过的神作。